刚才有一个问题，我稍微补充一点。刚才我没太看是哪个弟兄说的，说那些有属灵的、有行神迹的恩赐的人怎么办？啊，你跟我讲的这个不矛盾。首先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，我绝对不否认，也不敢否认，圣灵会恩赐一些人去行神迹啊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相反的道理，就是一方面啊，你这个恩赐一定是从神来的，圣灵赐给你的，是他的恩典。但是第二点，你绝对没有办法知道圣灵什么时候不恩赐给你了。换句话说，你昨天可能有行神迹的恩赐，今天和以后是否还有，你要完全顺服神。你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昨天行了个神迹，因此圣灵一定要在我身上行神迹，我反对的是这种现象，这是绝对是异教的观点。因此，你不可能说，哎呀，我行了神迹以后教会我就负责干这事儿了，你纯粹扯淡啊！你这就是骗子，千万不要相信。这有圣经的根据，风随着意思吹，怎么来怎么去我们不知道。恩赐保罗也说是圣灵凭己意赐给个人的，所以在教会当中职业性的行神迹的人永远是骗子啊！我这点是完全坚决的，绝不妥协。所以你们碰见这些人的话，他要请你们吃饭，你们一定要把请他吃饭的钱寄给我。其实保罗他们的见证不是很清楚吗？他们治好了那么多的人，但是圣经上至少他面对的2个案例，2个病人，他没有办法。一个病人当然就喝点酒了，另外一个病人就是把送回去了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那这意味着什么？保罗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圣灵在他身上医治的能力，因为这是根本不归他管嘛，神才是神。如果什么时候这个圣灵归你管了，你就犯摩西一样的罪，就是你在捆绑神，你没有尊神为圣。好，这是个常识。可惜我们受佛教和异教的影响，今天完全搞不清楚这些东西。啊，这是我稍微补充一点。我们现在讲一讲这个周末的安排啊。明天是星期六了，真是感谢神啊，我们5经终于结束了啊，我自己也舒了一口气啊，谢谢神的怜悯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不知道刘涛弟兄刘涛在吗？啊，在。你最后什么决定啊？走了还是不走啊？我留下来不走。啊。我们基督又得胜了啊！这个法老的女兵追过来，照样被埋葬在红海里，红海不分性别。啊，真的很感动，我们在一起也是随着时间的增长，这个感情也越来越深。啊，谢谢主继续让我们更加的爱主，更加的彼此相爱。但是随着彼此相爱，考试还是要考的。